山上这个群体挺难得的，大家就跟兄弟姐妹一样。陆续进到山里之后，大家群聚在一块儿，去户外喝茶，摘野果子、爬树，特别快乐。我是雷雨，今年31岁，现在在福建省福州市北峰山里的浣溪镇。大学毕业之后，我们跟着导师唐明修先生回到了山上，后来就在这附近独立出来做了一个工作室。清末的一栋老房子，年久失修，帮它改造跟修缮的成本来抵掉租金。天井格局都特别好。顺着大门进来就是我们的一个小花园，我们经常会骑摩托车在山里换挡，看到合适的植物我们就会挖着带回来。工作室原来的空间其实是一个 L 型，我们把某一面墙往外推，加了一面大的落地玻璃窗。修缮茶室的时候，发现木板后面有一面石墙，特别好看，把它保留出来，打了一个窗，早上光线透过木板跟木板之间的缝隙，一条一条的照到床铺上。现在大概有8、9个年轻的人在山上做的工作室。我原来是版画系毕业，去北京做了设计。去年年底，他也要趁年轻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。我们就在一个院子里。在大城市，你就是被推着走，很多的生活成本压在你身上。今年年初停掉了原来的工作，来山里玩，在这里就只有自然和自己，物质上面的需求会越来越少。决定留下来做一些创作以及生活。我来这个山里的时候，大概就是一个行李箱，小小的一个，待了春天、夏天、秋天。像北京那种很大的一个城市，大家未必就不孤独，山里反而大家都很近。和谐跟建斌父亲就是最早在山上生活的那一代，他们毕业回来就在山上成家立业了。我今年32，房子是我岳父在92年的时候盖的，算是这个山谷第一户了。原来没想过这种生活，跟我老婆结婚了以后，也是在杭州过了1年，决定回来。我们的房子没有大门的。跟周边的环境是不设防的。那2棵拐枣树是我岳父在20年前种的，干脆把这个树包到房子里面了。要跟它和谐共处，它多的东西你拿一点，它本身不够的我们可能还要去补充它。修个水道啊，种一些树，会碰到蛇，遇见野猪，大家都有各自的位置的。你会发现我儿子跟其他的小孩差别非常大。我们一直住在山上，摔摔打打的事情很多。我们经常会带他去走山。这个季节有一些那个野的那个栗子、野果子，他就迫不及待就拉着我们的手往林子里面钻呢。希望他身体健壮，在山里面跑大。至于学习差好，一辈子那么长，一个人是不是有出息啊？并不是小学、你初中这些给你铺的路。你得让他建立对这个世界的好奇，让他明白他的这个世界想要去做的事情。嘉凯作为陶艺，我们一见了面就特别契合。通过吕德安老师找了工作室住下来，然后进行改造。太近了，吃饭都是搭伙一起的。他妈妈做饭非常好吃。吃完饭，然后就可以在他那做做陶、喝喝茶，时间特别好过。我们一进到山里就学会了种菜，小伙伴有的会陶艺，有的会精工，
杯子、盖碗，缺什么做什么，不太会有太多的开销。冬天的时候山上特别冷，我们很珍惜那个阳光，光到哪我们就挪到哪。傍晚的时候会约在一起打篮球。4点太阳差不多就下山了，点一些柴火，大家围炉在那儿喝喝茶、烤地瓜。需要一个时间去平衡个体跟群体之间的关系，我们就会慢慢形成一个默契。需要交流的时候，大家就会一起去放松。自己独立面对着创作的时候，就回到了我们的个体，相互之间其实是非常真诚的。